韩国总统还没有什么好下场，真的。但大家还前仆后继想当总统，全斗焕以后，第二个尹锡悦，本来我们以为他被囚无期徒刑，囚死刑，哦，那当庭他还轻笑，想说死刑，韩国都已经没有实质 face 了，判我死刑，只是你们作秀而已嘛。哦，这个轻笑啊，被囚了，哦，但是法官要怎么宣判再说了，检察官他求刑求这个死刑嘛啊，那结果呢，他当庭被求死刑，他笑了以后开始怒吼90分钟，他的律师都睡着了，哦，他说我是为了保护自由跟主权，哦，你们都说我要叛变，我哪有叛变，对不对？你看全世界都说我搞这个戒严，2、3个小时以后，国会下令停止就停止了。我真的要戒严，国会下令停止我就停止，我把国会人都抓起来，对不？我哪有要搞？我没有搞，我听国会的，我哪有真的要搞戒严？我哪有真的要叛变？没有啊！哦，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叛乱是空枪进行的？我那个枪是空的，只是吓人而已啊，没有真的荷枪实弹啊！你看现在伊朗荷枪实弹的啊，我哪有啊？我没有啊！哦，所以呢，怒吼90分钟，哦，脸也涨红了，嗓门也大了，律师都睡了哦，因为律师大概常常听他讲这些话了哈。我们看韩国历任总统真的没有下场好的，我们从李承晚开始，李承晚后来被逼着辞职到校尉流亡，哦，接着尹普善我们比较不熟的，也是中间辞职了。这个最有名的朴正熙遇刺，朴正熙很有名的、啊，韩国经济从那边开始搞起来的，谁把他刺死的？身边的侍卫，侍卫把他杀了，因为侍卫最能靠近他哦，你布局再严密都没用。然后呢，就来吹归下军事政变推翻，全斗焕军事叛乱被判刑，卢泰愚被判刑，金永山儿子贪污，金大中儿子贪污，卢武铉自杀身亡，就那跳悬崖跳崖啊，因为被判刑就跳崖自杀啊。李明博收贿也被判刑，朴槿惠也很惨，也被判刑啊。然后呢，文在寅这个亲人涉贪，现在尹锡悦哦说要求他死，检察官求死，韩国实在是。我们看一下尹锡悦。从总统变成内乱罪的首谋，南韩前总统尹锡悦一审结辩长达11小时之后，检方还是向法官求处死刑。尹锡悦出庭结辩的时候，仍然坚持无罪，还不时瞪向旁听席，气焰不减。절박한상황인지알게됐다며 계엄 선포가 국민과 청년에게 계몽령이 됐다는 겁니다. 몽토스크에는 입법, 행정, 사법의 상권 분립 원리를 주장한 바 있는데. 连法学老祖宗都搬出来了，尹锡悦最后一搏，引述伽利略的名言：多数人的意见不代表真理。他狂呛特检疯狂乱舞司法界，起诉书是妄想，不分青红皂白滥权起诉公职人员。他还坚持戒严不存在颠覆宪政秩序的犯意，但即便讲太久，连法官都摇头，别绕圈子。 얘기들을 쭉 한번 하셨기 때문에 가급적 중복되는 거는 빼고 해주십시오. 南韩检方也不退让，批评尹锡悦说，明明是总统还带头破坏宪法，请求法官判处内乱罪最高刑度，也就是死刑。一审法官预知2月19号下午宣判量刑。 내란 수기에 대한 처벌은 사형 아니면 무기징역입니다. 戒严之乱，当时的在野党现在已经是执政党了，当然认为尹锡悦罪有应得。不过，南韩历史上只有全斗焕一位前总统因为内乱罪一审被判了死刑，2审又翻盘变成无期徒刑。就算尹锡悦一审成为南韩史上第2位被判死刑的总统，还是能拼2审保住小命。 来，智恩怎么看？我觉得尹锡悦他这次被判死刑，的确震惊了非常多人。求刑，对，求刑啦，但是就死刑这2个字一出来哦，虽然刚刚已经条列从这个一开始到现在的这个没有一个好下场哦，但是这个死刑，而且是因为戒严。 企图戒严这个关系来判死刑啊，大家对这个刑责上面其实还有很大的讨论的一个空间啊。不过你可以看看，当初他们就认为他是一个内乱的首谋，然后呢，认为说他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为什么我会做一个比对？因为今天刚好我们在做这个弹劾赖清德总统的第1场公听会，那刚好传来这个讯息，然后我们来看看他的起诉书里面有提到这个当初尹锡悦为什么说他要发动这场政变？他说在野党他们不审预算。
然后呢，他们基本上面呢也开始在这个国安的部分呢，可能跟这个北韩可能在这个东西有一些的涉及。然后呢，他就提到的非常多，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就是我们在国会上演，好像就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复制。他所控诉整个国会对他的不公平，尹锡悦就是现在我们在这个作为监督的时候被很多人所控诉的。然后这样的部分里面呢，完全就是重翻的一个上演啊。那当然，我不觉得我们赖清德总统在这弹劾案当中，他是一个态度的展现。但是我想他再怎么样，也不至于像尹锡悦这一次在韩国引发这么大的一个风波。我记得过去大家都还认为韩国总统只有一任5年，这应该是个很好的制度，因为你只有5年嘛，所以你应该会好好把这个制度完全走完。所以我们那时候还有讨论过，或许我们不用是讨论这个连任，因为一连任的话，可能你就会做很多其他不一样的一个连结。但你会发现说，因为只有一任，他们反而是利用这个任期当中呢，能够尽其所要的掌握他们的权利或等等，所以大家就开始在思考，从 Trump 开始，刚刚世轩也提到有关这个民主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就常常讲嘛，民主说实在，它不是一个权力的极端的一个有效的运用，民主就是应该对于权力的自我的节制。可是你很显然，在这个目前来说，从我们第一题讨论到韩国，你有没有感觉，目前大家好像以民主之名，然后呢，不管是尹锡悦可以大大的用一个国安这样子一个部分，然后再实行他自己认为到目前为止，他都还认为他师出有名，所以我就觉得从整个事件来说，我们的国际局势，不管是发生在美国，不管在韩国，你不觉得大家全部都一波在这个民主的浪潮当中？我真的觉得这一波下来，大家会对民主重新再一次的一个定义了。就韩国原来是2任总统的，看这边是2任，后来觉得2任都出事，干脆1任算了，5年。原来2任4年、4年、8年、5年还是出事。哦，你就变成3年，我看该出事还是出事，好吧？李在明到大陆访问，现在到日本访问，跟高市在一起，他重申台湾是中国跟日本的问题，不是我韩国的问题，韩国不介入，我也不干预，哦，就不想碰嘛。那另外呢，高市早苗跟李在明去访奈良的法隆寺，哦，这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木造建筑哦。然后另外呢，他们同台尬鼓，因为高市早苗在高中的时候呢是鼓手，没错。然后李在明呢，高市去韩国访问的时候，李在明说：“哎呀，我也想打鼓。”那他们日本就给他准备，你看这很用心的准备了鼓，还在鼓棒上都签名，互相签名。那他就打得很好，那他就很随性，即兴就是乱打的意思哈。我也会打鼓，我在台中一中的时候，因为我吹小喇叭嘛。鼓手只有1个，我们很羡慕打鼓，好潇洒。打鼓你不跟那个比，打鼓要怎么打呢？打鼓要练习，我就说你教我怎么打，他是这样铺块布，先这样打，两下，打熟了以后就可以千变万化。我始终只在这2下，看一下。我也会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家乡奈良迎来南韩总统李在明到访，13号举行双边会谈，2人开场始终笑容满面。双方が国交正常化60周年だった昨年、日韓関係の強靭さを示し続けられたと。这是高市早苗上任以来第2次和李在明会谈，不过和去年10月底见面相比，这次的时间点格外敏感。从李在明的开场白就能看出一二。これからもこの複雑でそして混乱している国際秩序の中でより良い状況を作り出すべく進んでいく必要があります。说穿了，就是去年11月高市的台湾勇士言论，让日本和大陆关系至今依旧冷冰冰。南韩立场是什么？李在明前一天就接受 NHK 专访表态。中日问题，李在明强调南韩不介入，而事实上月初李在明采访北京，见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市日前也在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如今这次日韩领导人面对面，能否稍稍化解地缘紧张呢？志轩，这个韩国其实在1997年后就废除死刑哦，但是内乱首谋罪其实就是少数保留死刑的一条罪。那现在这个尹锡悦就是被用这条罪来起诉，那当然他是求处死刑了哈，不是判决，是求处死刑。其实我认为这个是政治很强烈的一个信号，就是说你如果背叛宪法，这就是这样的后果。那其实刚刚前面制作单位有整理了一个名单，就是历任的总统下场都不太好。吴泰瑜这边应该是无期徒刑，可是他们有一个共通点，他们到最后都是在政治大和解的氛围下获得的特色。所以在庙里面哦要忏悔哦。是，所以说我自己在看这个尹锡悦到最后。
大概也不可能是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了。这个是在政治上面比较强烈的一个信号传递。但是回头来看，就是说，刚刚志恩委员讲的，我就很有感觉。你真的去看，真的像照妖镜一模一样。台湾政坛发生的事情，在野党的诉求啊，执政党的手段，怎么样来对付在野党，跟韩国尹锡悦那个时候几乎是一模一样。到最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叫做权力暴走，也就是尹锡悦用了他的权力暴走。那现在被所谓的这个法律去制裁，台湾也是一样。我自己在观察，我觉得赖清德也走在这个边缘悬崖上了。我觉得随时他有可能要权力暴走，要怎么样预防这样权力暴走？就是回到了2024年立法院在野党在推的国会改革。为什么当时候民进党要死都要把这个国会改革挡下来，甚至不惜用宪法法庭说你违宪？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权利他会受到制衡，这个是我的观察。那再来到韩国，其实现在的韩国，我的观察是他从全球尹锡悦那个时候是全球的这个枢纽国，到变成现在是务实的中立国。我认为他们在调整他们自己的战略位置，不管在日本、中国，先访中再访日，它的位置已经在调整了。所以说，当我们今天一面在想说我们的同盟国、我们的日本、韩国这个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你是闭着眼睛在骗自己，还是你有真的看清国际局势？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台湾的执政党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最后，其实从这些国家的例子里面来看，内政稳定才是外交的基石。这是重点。如果说你今天内政已经荒腔百出的时候，你的外交赖清德讲的头头是道，可能很难有一个实际的成果。好，那李在明访日本的时候说，希望韩国、中国、日本加强沟通，但是谈完了以后，高市会后，中国提都不提，他现在不知道怎么提，也不敢提了。对，我补充一下，因为我多次去韩国访问了哈，因为不管是 APEC 或者是当时正处在中韩台韩之间啊要断交的一个比较敏感的时刻，然后也访问过这个金泳三。韩国的政治啊，在昨天呢，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很感慨的一幕。这边的尹锡悦呢，正在法庭上面呢咆哮。90分钟，为了他被检方求处死刑，结果因为尹锡悦的这个戒严的这出闹剧呢，而登上韩国总统宝座的李在明，好，却在这个日本呢，很得意的啊，跟这个高市早苗呢在打这个爵士鼓啊，所以政治呢，完全就是取决于这个领导人在当下所做的这个政治判断。尹锡悦如此的愚蠢，他今天在法庭上讲说。如果说我真的是要戒严的话，你们有看过这个军方的枪里面会是空包弹吗？是因为军方的并没有积极的配合哈，所以他难道没有他们拟定了很好的计划，在第一时间要逮捕这些在野党的立委，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是有一整套计划的。当时的时候呢，李在明他们呢呼吁呢民众呢集结到这个国会来哈，来保护啊这个立法委员，所以他们翻墙进去啊，然后紧急召开了会议，再加上执政党的国会议员倒戈，所以很快的否决了尹锡悦的这个戒严令。像这样子的一个盘算哈，就对尹锡悦来讲，他在一个我觉得完全是被权力冲昏了头，就是希望要长期执政的情形下出这样的一个险招，而且炮制了各种样的理由，甚至于呢还要去捏造，就是和朝鲜之间呢发生这些军事动乱，以遂行他要戒严执政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一个人的权力欲望呢大到这样子的地步呢，就使他呢完全的丧失了理智，而且不只是他跟尹锡悦跟李在明昨天的这样的一个对比，起诉他啊这个特别检察官这个赵营士，他在2019年的时候，他当时是和尹锡悦呢去争这个检察总长，结果他输了，结果没有想到呢，时隔也不过才几年，今天呢对尹锡悦呢求处死刑的人就是赵营士。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礼拜天晚上紧急突然到美国去，那今天已经回台湾了，真快啊！那这个飞机上就站了2天啊。那他说1.25兆的经费其中有高比例跟军购是无关的，哦，可能他也就问老美啊，说啊你为什么叫我们买1.25兆，你只公布3500亿呢？老美就说啊1.25兆我也搞不清楚啊，否则的话为什么说跟军购无关？那到底塞了什么东西进去啊？
那后来呢，民众党现在要自己提国防预算条例，自己提一个条例。他说到美国以后，反对行政院的版本决心更强烈，因为民进党原来说去美国是美国要摸头了，跟他讲啊，支持民进党的国防预算了啊，跟总预算了啊。那黄国昌说我反对更强烈，而且呢，大把花钱看不到尽头，说如果早点知道这些资讯的话，不会赞成4000亿的潜舰计划，因为潜舰我们要盖8艘，就差不多花了这将近4000亿。他说如果早知道不会啊，可能也问了美国说你叫我们买潜舰吗？那说我哪里叫你买潜舰啊？你买潜舰干什么？台湾海峡就那么一点点，你买潜舰干什么？不浪费吗？我想大概是这样啊。黄国昌没讲那么细啦。那黄国昌在美国的时候，《纽约时报》说台湾的关税可能15%，跟日本、韩国一样，而且不叠加。黄国昌到美国以后才知道说关税谈妥了，说呢，除了叫台积电扩大投资，从650亿到1650亿，再增加5个厂，还有其他的条件啊，那台积电其实这个拜登当时搞这个 DEA 就多元啊什么一大堆 DEI， 川普是反对的，可是呢，因为台积电是跟美国拜登政府签了这个约，但是签约的时候拜登要给他60亿美金呢，川普现在也不认这个账。那美国的卢特尼克这个商务部长去就说，你们要按照当时签约的 DEI 来做到啊，要 DEI 做什么呢？你的 supplier， 你的供应商要有盲人的供应商，那盲人可能有做供应商，但不一定有做半导体的供应商啊，所以他不管，反正台积电没找盲人供应商，还说你的工程师必须要是跨性别的，他不一定找得到跨性别啊。我身体是个男的，我心里是个女的，或是我心里是个女的，我身体是个女的，我心里是个男的。他跨性别有很多种，找不到啊。另外，在无尘区要设托儿所，让员工能够放孩子进去，台积电没设，所以呢，卢克尼就说你都没有做到啊。那好不好？你做得到做不到？做不到对不对？我们把它删掉好不好？好啊，删掉好啊。台积电很高兴，删掉再拿1000亿出来，1000亿美金就这样子啊。所以呢，你不觉得这个谈判是很荒谬？美国的商务部长这样做，不是跟那个黑道逼人家很像吗？就这样，那怎样？所以呢，5座晶圆厂施俊吉就说呢，如果今天晚上就这个时候了，美国大法官可能会判决川普的关税，本来9号要判决的，那今天14号上午就是我们的晚上那到底呢？这个如果关税违法，我们干嘛去答应他5座晶圆厂呢？那另外呢，黄国昌访美说没有办法说明细节。所以呢，民进党就酸他双标，他知道的就叫做默契然后呢，这个没说的王义昌说他讲了半小时，他以前都讲过这些话嘛，只是重复话而已嘛。王义昌笑他那另外呢，跟着他的林子宇，他前的国际部主任说呢，因为太累了，根本没有在美国住旅馆，去餐厅吃饭都没有时间，一路这样快马加鞭就回来了。我们看一下。里面有相当高的比例，并不在，不好意思，我要重新措辞，1兆2500亿，里面有一定程度的比例跟对美的军购没有关系。访美行结束之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报告成果，其中最惊讶的是1.25兆国防特别预算部分和对美军购无关。那涉及什么其他的东西，我老实讲，我也不知道，可能只有赖清德才知道。用7个条文要1兆2500亿，我跟大家讲大白话，反对。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反对的决心只有更强烈。台湾民众党会提台湾民众党的版本，坚持反对到底，也向美方表达 F-16V 延迟交货。黄国昌说得到美方正面回应，但就在黄国昌访美行程中，《纽约时报》揭露关税15%消息。高关税的谈判基本上条件都已经谈妥了。昨天中午离开 USTR， 结果下午2点多，《纽约时报》就出来了。当然不会只有什么你们在报纸上面看到的那些扩大投资的金额，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东西。透露时程，而这趟拜会了至少5处美国政府高层。我们依照约定不能说，但是与战争部有会面这件事情可以说。AIT 执行理事蓝英陪同拜会，细节保密到家，准备接下来继续朝野攻防。位置怎么看？我觉得这个黄国昌这一行其实让大家也是非常的意外啦。
就说，他一方面说他宣布要在新北要生根，他认为他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可是，他这个急于出访美国又是快闪的行程。第一个是说他的这个记者会，似乎也还是没有讲到他到底去美国快闪做了哪一些事情。好，那讨论了哪一些事情？那他是用什么身份跟谁？那有没有是短中长期的一些具体的交流的计划？所以我还是从这个记者会上面看不出这个实质的内容是什么。好，那只有看出来就是说黄国昌再次宣誓在立法院当中，好，他会强化他的角色，好，他持续会这个反对军购。那可是反对军购，他又说他也不是很清楚军购的内容是什么。那所以我更是看得一头雾水啦。好，就说你不是不能反对，那你反对的原因是什么？你反对的原因有没有在你这次出访的时候你有得到的答案？好，所以我还是再一次想要回过头来看说，刚才志恩委员其实讲了一句话，我个人是非常非常赞同。刚才志恩委员讲的一句话是说，从韩国的历史可以看出来，自我的权利的节制。那我觉得自我权利的节制不只是这个行政部门、立法部门，甚至我们五权宪法当中各个机关，其实大家都应该有同样的要求，就是说我们面对宪法的规定，是不是自我的权利都需要被节制？就是我觉得这一次黄国昌主席去美国访问，那回来他召开这个记者会，对于这个军购特别预算的一个内容，他也再次的提出质疑。我想在这段时间当中，在野党一直告诉执政党说，你到底这1.25兆用在哪些地方，而且是要如何来用？如果说黄国昌主席到了这个美国去，发现这1.25兆有很高的比例不是花在军购上，那我说真的，执政党更必须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讲明白，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嘛，到底花在哪里，怎么用？我觉得国防预算大家都支持啊，国防自我防卫我们都支持，但是这种自我防卫必须建立在彼此之间的透明跟信任上，而不是用在这个政治的对立跟情绪勒索上。就是说，我们不让他过，我们觉得这个他讲的不够清楚。他说你不支持国防预算，不是这样子，我们已经讲过了。在党讲的很大的前提就是，我们支持国防预算，我们要有自主防卫能力，但是这个钱怎么用？怎么花？我们拿什么去换来的？我们必须要知道，要对全民做一个交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执政党到现在一直没有说清楚、讲明白的，而且只是一直告诉我说，你们先通过嘛，通过之后我们进行实质审查之后，我们再来一一的跟你们来做讨论。我觉得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赖世轩，这个刚刚为此讲的就是典型的扣帽子。到底谁反对军购？你从何时何地，从何人的嘴巴里面听到在野党说反对军购4个字？绝对没有。所以过去一段时间，为什么这个军购案在这个特别条例在立法院卡成这个样子，在社会上吵那么纷纷扰扰，就是因为执政党不断的疯狂扣帽子。回到这个国昌主席率团访美这件事情去的时候，我们带了主要的是3个讯息给美国。第一个讯息，针对金额1兆2500亿，要买什么，符不符合我们的核心需求？第二个，在我们台湾的程序里面，审查程序里面，其实台湾人民是有很大疑虑。我们把民调数字带去给美国人看，美国人的回复是什么？他说：“我们充分理解台湾人民的担忧，也理解为什么在立法院卡关的原因。”代表的是什么？代表是美国人也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嘛？因为你民进党第一个完全不公开，第二个你这样子抹黑在野党，在立法院当然不会过关。再来，他这个预算等于是要横跨8个年度预算的金额。到底符不符合我们真正的需求？这也是我们要跟美国人讨论的。刚刚讲说这趟美国回来没有实质的获得，我告诉大家最大的重点是什么？跟美国人讨论完以后，3500亿是他们有开出来的项目，我们要编1兆2500亿，请问你剩下9000亿要拿去干嘛？这就是最大的关键。在我们去访美前，有人知道这件事吗？或许没有，民进党也没有跟你说清楚。再来，关税的部分。我们去了以后，国昌主席获得的资讯是什么？还有在附带要求，到今天为止，没有人知道这个附带要求到底是什么。当然，接下来很快可能就要公布了。最后，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是要跳过民进党，直接去跟美国人问清楚嘛。你要做这件事情不是不行，让我们了解细节。重点是什么？美国人清楚表达说，
我们也会尽快来跟民进党政府沟通，应该要跟台湾的国会说明。在今天下午，王定宇就在下个礼拜一排了秘密的专案报告，报告的是什么？就是这1兆2500亿的特别条例，到底里面包含了什么？委员可以去听。在我们去出访前，民进党有做过这件事吗？这个专案报告早就应该要开了，早就要让国会知道了。休息一下再回来。